在娱乐圈，很多演员都是从跑龙套开始，按部就班、脚踏实的在娱乐圈打拼。李冰冰却靠着攀龙扶风，刚刚出道便拥有很多资源。为了迎合大佬，李冰冰背地里到底做了哪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呢？32年前，李冰冰还是个籍籍无名的音乐老师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参加了本地举办的一场春节晚会。正是在这个晚会上，她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李冰冰在台上表演时，演员高强在台下观看，只需要一眼，高强就认定了李冰冰是演戏的好苗子。于是晚会结束后，他立即前往幕后找到了李冰冰，希望她可以学习表演，当一名演员。在高强的鼓励与支持下，李冰冰顺利考入上戏，高强也成为了李冰冰踏上演艺道路的指路人。来到上海后，她的眼界开阔了不少，心里满是激动。从那之后，她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在大城市混出名堂。入学后，李冰冰如饥似渴的吸收着关于表演的知识，凭借姣好的外表，李冰冰还接下一个代言，一下子赚了26万。此外，她还擅长社交，认识了不少学校里的优秀分子，任泉就是其中之一。读书时，任泉很喜欢李冰冰，一度对她展开了狂热的追求。然而，李冰冰对这种无名之辈不感兴趣，她的目标在那些富豪身上。于是李冰冰一直以来并没有同意任泉的追求，尽管如此，她还是把任泉紧紧地拴在自己身边。虽然当不成男朋友，但是她成为了李冰冰身边最亲近的朋友。在校期间，她一直在扩展自己的人脉，直到临近毕业，她结识了地产大亨石涛。尽管对方有家室，李冰冰还是竭尽所能，希望能攀上这棵参天大树，为自己的前途铲除障碍。在她的努力下，成功拿下了石涛这棵摇钱树。两人在一起后，石涛不希望她与其他异性走得太近，李冰冰心领神会，她一脚踢开了一直以来对她关怀备至的任泉。虽然她也舍不得任泉，但是为了上位，她不得不付出代价。李冰冰和石涛的关系越来越好。毕业后，她前往北京投靠石涛，金主爸爸也很给力，大手一挥给她买了豪宅和豪车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为李冰冰的演艺道路铺桥搭路，不仅斥巨资为她投资，还给她引荐了圈内的大佬。华谊兄弟王中军更是被他迷住了。石涛虽然有钱，但是却非圈内人，如果想要获得长远发展，还是得投靠华谊兄弟。于是他一边继续讨好石涛，另一边早已勾搭上了王中军。王中军每次出席活动时，身边都少不了李冰冰。不得不说，李冰冰钓男人的手段还挺高明的。然而王中军也是有妇之夫，王中军的妻子知道丈夫与李冰冰暧昧不清时，当即找到李冰冰，赏了她一巴掌，当作惩戒。王中军能有今天，离不开原配老婆的支持。于是王中军便疏远了李冰冰。尽管这对李冰冰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，但是她并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，失去了王中军的庇佑，他又故意接近王中磊。在李冰冰的示好下，王中磊也沦陷在了李冰冰的怀抱里。2000年，李冰冰和华谊兄弟签约，并且受到了公司的力捧。在各位大佬的支持下，李冰冰在演艺圈的起点超过了大部分女演员，她的事业节节攀升，她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女演员。经过不断的努力，她不仅实现了财富自由，还斩获了国内外众多奖项。拍戏的同时，李冰冰也不忘谈恋爱。李冰冰30岁时，她主演了一部电影《无极》，正是这部电影让她结识了朱孝天。两人在拍电影时互生好感，于是便谈起了甜甜的恋爱。因为不想影响事业，两人只能偷偷幽会，但是他们的秘密终究还是逃不过狗仔的眼睛。恋情曝光后，李冰冰的玉女形象大打折扣。为了维护李冰冰，朱孝天当即站出来，声称自己和她只是在看碟，
希望舆论能放过李冰冰。谁知李冰冰倒打一耙，声称自己只是受害者，被有心人利用了。他顺势把脏水都泼到了朱孝天身上。受到李冰冰的污蔑后，朱孝天忍无可忍，直接承认了两人的关系。这下子李冰冰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。之后华谊兄弟的经营也遇到了危机，为了自己的事业，他只能离开华谊寻求出路。李冰冰出身于富商之家，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家族的大力资助。在恩师富商石涛的赞助下，他顺利进入了影视圈，很快就成为当红小花红人。2006年，凭借在电影《天下无贼》中出色的表演，李冰冰获得了备受瞩目的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。当时整个娱乐圈都在暗自期盼，这朵白莲花终于能够绽放光彩。毕竟业内评论家们都一致认为，李冰冰将会稳操胜券，博得这份殊荣。就连一些圈内人士也公开放话，表示她必然是大奖的最终赢家。然而，就在压力渐增的颁奖典礼当天，百花奖竟然出人意料地更改了评选赛制，他们将决定奖项归属的权利直接交给了现场的99名观众评委们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原本信心满满的李冰冰顿时愣住了。她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竟然意外败给了饰演包租婆一角的袁秋，仅仅是以微弱的9票之差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李冰冰当时简直伤心欲绝，眼泪在台上洒落。她自诩自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白莲花，还公开指责袁秋是靠后门才能夺得奖项的，流露出强烈的不甘和愤懑。多年后回顾这一幕，当年的大赢家姜文再已无法容忍，毫不留情地将李冰冰过往的一些难堪一幕重新翻了出来，狠狠驳斥了一番。他说，别忘了几年前的戛纳电影节红毯，当时李冰冰身穿一袭性感透视长裙，在短短60米的红毯上就被工作人员驱赶了长达7次，但她仍然面带微笑，渴望成为焦点中的焦点。这就是娱乐圈的潜规则，人人都心知肚明。姜文的这番话令李冰冰顿时惹来一片哗然，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。就连一向直言不讳、敢于揭露真相的袁李看不下去了，他果断拿起了锐利语言这把武器，一次次当面讽刺李冰冰，甚至直白地说她整容整到脸肿。面对质疑声音，李冰冰丝毫不为所动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在感情生活中越陷越深，彻底抛弃了玉女的标签。有一次在公共场合，她竟然掀起裙子当众触碰大腿，热烈拥吻着陈坤，现场氛围一度十分火热。陈坤甚至抱有极大冲动，激动地表态说第2天就要去结婚登记处。但很快就有关于陈坤已有一个孩子的传闻四处流传，无奈之下他只好作罢。这还不算完，就连备受推崇的粤女形象李冰冰也未曾收敛过亲密拥抱的举动。比如在2004年就曾有爆料称，朱孝天在一家酒店内奔走数百米，急不可耐地投入了新欢李冰冰的怀抱。尽管当时他并未理睬朱孝天的热吻，但仍然默许地被他紧拥在怀里。两人更是在酒店里激战到第2天中午，令人瞠目结舌。面对如此铁证，朱孝天竟然还狡辩说他们不过是在观看夜光 DVD 而已。这番托词实在是有违常理，可见当事人内心的慌乱和自知理亏。作为曾经被冠以玉女形象的李冰冰，当即展开了疯狂形象维护，竟将大锅甩给了朱孝天，指责他把自己当成了炒作工具。然而就连朱孝天都表现得志在必得，兴高采烈，热切表示情愿为他背锅。这出闹剧一出，彻底扫地出了名誉。更有爆料称，早在上大学时，李冰冰就已经结识了富商石涛，后者出手阔绰，不遗余力为他提供资助，包括豪车豪宅，还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
为他引荐进入了华谊兄弟影视公司。可就在获得成功后，李冰冰却选择背叛了安然石涛，转而投入了王中军这位当时的华谊老板。且已有妻室的怀抱，两人常在公共场合十指相扣，互送秋波，让王中军的妻子忍无可忍，最终直接冲进公司，狠狠扇了李冰冰一记耳光。眼见这条路行不通，李冰冰只好调整策略，将目光转向了导演圈。她大胆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魅力，通过深情热烈的拥吻，成功俘获了电影大师徐克的芳心。他们之间激情汹涌的热吻场景，如同燃烧的火烛般炽热灼人，一次又一次为人们带来震撼。但他并未就此满足，反而开始向年轻小鲜肉猛烈进攻。在这些追求者的精心呵护下，李冰冰重拾青春活力，每晚如同重生的春天般焕发生机。尽管她并不避讳在大街上上演深吻、拥抱的旖旎场景，但她其实并非完全依赖爱情的女性。相反，在那些试图借助她而攀高的年轻人眼中，她更像是一颗熟透的诱人果实，随时等候着被人摘走。一旦觉得对方已是哑炮，她便毫不犹豫地将之狠狠踹开。自小就学会利用美色换取利益的李冰冰对此早已驾轻就熟。早在1995年，她仅仅凭借一则广告代言，就轻松入账26万元人民币。对于当年的她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巨款。更不用说后来在大片《变形金刚4》中，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，却能从片场拿走高达800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片酬。有了如此可观的收入，李冰冰很快就嗅到了投资的商机。她以每股仅零53元的低价，一次性买入了36万股华谊兄弟公司的股份。谁也想不到，短短2年后，华谊的股价就直线飙升，到了原来的170倍之多。就这样，李冰冰顷刻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亿万富翁，赚钱的滋味正渐入佳境。李冰冰立刻抓住这个良机，凭借高达1亿美金的天价身价，她终于干掉了一众竞争对手，成功荣膺太极集团的形象代言人。从此，李冰冰深深领会到，唯有让自身成为资本，才能持续获得无尽的财富回报。于是她毫不犹豫，果断出手，投资了其他领域。在李冰冰的努力下，她的事业再次腾飞。如今她的身份不只是一名演员，还是投资方。对此，你们怎么看呢？